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夜色如墨，军营沉寂在成功岭的群山之间。4号岗哨孤零零地立在山路尽头，被夜风撩拨的吱呀作响。这里是整个军区最偏远的哨所，远离军营的喧嚣，与外界的联系极为有限。士兵们戏称这里是孤魂岗，因为一旦站上这个岗哨，就像被世界遗忘了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小林，换哨了。一名士兵打着哈欠，拍了拍小林的肩膀。小林揉了揉眼睛，接过步枪，迈步走向哨所。他抬头望向远方，黑暗像一张巨口，将所有事物吞噬，只剩下头顶一轮残月，冷冷地悬挂在夜空。他并不害怕黑暗，但今晚的空气中弥漫着一丝说不出的异样感，像是有人在注视着他。而远处，一缕淡淡的肉粽香悄无声息地飘了过来。小林的鼻尖微微一动，他皱起眉头，这股香气很熟悉。每年这个时候，都会有一个老婆婆挑着扁担，颤巍巍地从山下走来，带着她亲手包的肉粽给驻守的士兵们解馋。她总是在傍晚时分到来，步履缓慢，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，布满皱纹的手小心翼翼地解开蒸笼，露出里面热腾腾的粽子。对于士兵们来说，这是一年里难得的慰藉。成功岭的伙食单调的让人麻木，而老婆婆的肉粽不知为何吃起来总是带着一股特殊的温暖和满足感。每当肉粽香飘进哨所，士兵们就像回到了家，想起了母亲在端午节时包的粽子，那种淡淡的糯米香混着肉汁的咸香，总能勾起乡愁。然而今天老婆婆来的时间似乎有些不对劲，她通常傍晚前就会出现，可现在已经是深夜了，而且小林始终没有听见她扁担的吱嘎声。他心头微微一紧，警惕地朝前方望去。远处的山道隐没在黑暗之中，月光只能照亮一小片模糊的路面。就在他准备移开视线的瞬间，他看见了一个模糊的身影静静地站在远处的山路上。小林的呼吸骤然停止，他的眼睛适应黑暗后终于看清了，那是一名穿着破旧衣物的老婆婆，站在军营外围的山道上，一动不动，仿佛在看着他。月光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但她的脸却隐藏在黑暗里，模糊不清。小林忽然感到脊背一阵发凉，他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有这种不安的感觉。明明她只是个普通的卖肉粽的老婆婆，可是此刻她站在黑暗中的样子，却让他联想到某种诡异的存在，仿佛她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喂，小林试探性的开口，声音低低的，带着一丝不自觉的颤抖。老婆婆没有回应，她的身影静静地立在原地，像是山道上的一座石像。夜风吹过，岗哨旁的树枝发出细碎的摩擦声，一种说不出的寒意顺着小林的后颈蔓延开来。他正犹豫着是否应该过去查看时，忽然远处的黑影微微动了一下，似乎朝着他迈出了一步。小林，你在看什么？身后传来同伴的声音，打破了这片诡异的沉默。小林猛地回头，看见同伴探出头来，脸上带着疑惑。小林，对方皱起眉头。小林回过神来，转身再度看向远处，老婆婆的身影已经消失了。他猛地瞪大双眼，胸口的寒意瞬间加重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暗处窥视着他。他用力眨了眨眼睛，确定自己没有看错，可那里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空荡荡的山道，寂静如死。小林，你怎么了？同伴的声音透着一丝不安。没事。小林回过神来，强迫自己压下心头的疑惑。他没有告诉同伴自己刚刚看到了什么，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累了才会出现幻觉。但不知为何，心中的不安却在这一刻悄然扎根，而那缕飘忽不定的肉粽香似乎仍然在夜风中徘徊。第二天清晨，军营笼罩在薄雾之中，空气中仍然残留着昨夜的潮湿气息。小林从短暂的休息中醒来，脑海里还回荡着昨夜的情景，那静立于山道上的模糊身影，那不合时宜飘来的肉粽香，那种仿佛被窥视的寒意。他摇了摇头，试图将这些不安的念头甩开，或许真的是自己看错了。然而当他走出营房时，脚步却微微一顿，
军营的食堂前已经围满了士兵，他们嘀嘀咕咕地议论着什么，语气中带着一丝兴奋，又夹杂着一丝隐隐的不安。真的有肉粽？小林皱眉，快步走上前去，在人群的中央，一口冒着白烟的蒸笼被放在木桌上，竹叶包裹的肉粽堆得整整齐齐，蒸汽腾腾，空气中弥漫着熟悉的糯米香味。站在一旁的是那个熟悉的身影，卖肉粽的老婆婆。她穿着一件深色的布衣，被微微佝偻，脸上的皱纹深如沟壑，一双浑浊的眼睛微微眯着，嘴角挂着一抹淡淡的笑容。她的双手布满老茧，正在熟练地解开蒸笼的盖子，取出一个个滚烫的粽子递给士兵们。还是和以前一样香啊！一个士兵咬了一口，露出满足的表情。老婆婆的肉粽就是不一样。对啊，比食堂的饭好吃多了。另一个士兵笑着说，毫不客气地拆开一个粽子，粘稠的糯米和香气四溢的肉馅在竹叶间缓缓散开。但小林的心却猛地一沉，他盯着眼前的老婆婆，脑海里浮现出昨晚的画面，她站在黑暗中的模糊身影，她一动不动的姿势，她突然消失的瞬间。可现在她却安然无恙地站在这里，就像过去无数次那样，带着她的粽子，温和地望着士兵们。昨晚真的只是她的错觉吗？小伙子，你不吃吗？老婆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苍老而沙哑。小林猛地一震，才发现老婆婆正看着自己，手里递着一个热腾腾的粽子，眼神深邃的让人不敢直视。小林下意识想要接过，可就在他的手指即将触碰到粽子的一刹那，他的目光扫过粽叶间的一丝异样。粽叶的缝隙里有一抹暗红色的痕迹，那不是肉的颜色，而更像是已经凝固的血迹。一股寒意瞬间爬上小林的脊背，他猛地收回手，脸色微微发白。那股熟悉的肉粽香气忽然变得令人作呕，像是掺杂了某种腐败的味道。怎么了？老婆婆的笑容未变，仍旧是那副慈祥和蔼的模样。小林强忍住心中的不适，勉强挤出一个微笑。我等会儿再吃。他悄悄后退一步，眼角余光瞥向其他正在大口咀嚼粽子的士兵们，心里升起一丝说不出的异样感。那血迹，他应该是看错了吧？可是为什么心里总觉得不对劲？而此时站在一旁的小张突然放下了手中的粽子，皱着眉头。怎么了？有人问。小张舔了舔嘴唇，眉头皱得更紧了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总觉得这次的肉粽味道和以前不太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另一个士兵问道。小张想了想，缓缓开口，有种苦味。周围的士兵愣了一下，纷纷低头咀嚼，似乎也在仔细辨别。好像确实有点。有人喃喃道，不会吧，我觉得还是一样啊。有人大口吞咽着，毫不在意。而站在一旁的老婆婆依旧微笑着看着他们，脸上的表情未曾有任何变化。她的眼神很温和，却让小林感到一种莫名的冷意。老婆婆，你的粽子是用什么做的？小林忍不住开口问道。老婆婆缓缓转头，目光直直地落在小林身上。和以前一样啊。她的声音轻轻的，带着一丝意味深长的温柔。糯米、猪肉、酱油，还有一些特别的东西。特别的东西。小林敏锐地抓住了这个词。老婆婆轻轻一笑，苍老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模糊不清的神色。是啊，特别的东西，能让你们记住这个味道的东西。小林的手指微微收紧，一种极度不安的感觉攀上心头。而就在这时，人群中有士兵突然剧烈地干呕起来，手中的粽子掉在地上，滚出一滩暗红色的米粒。小林的心猛地一沉，他的直觉告诉他，这次的肉粽真的出了问题。食堂的喧嚣骤然停止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那个弯腰呕吐的士兵身上。老张，你怎么了？一名同伴连忙扶住他，眼神中带着不安。老张的脸色苍白，嘴角还残留着未吞咽的粽叶和米粒。他猛地抬起头，双眼布满血丝，额头上渗出一层冷汗，嘴里断断续续地挤出几个字：那肉粽有问题。他的话音未落，胃部又是一阵抽搐。他猛地低下头，
再次干呕起来。士兵们面面相觑，气氛顿时变得异常沉闷。小林的心跳加快，脑海里闪过刚才粽叶缝隙中那抹暗红色的痕迹。他的直觉告诉他，这些肉粽绝对不正常。但奇怪的是，除了老张，其他士兵却没有任何异常反应。有人不以为然地笑了笑：“张哥，你胃本来就不好，别乱想了。肉粽哪来的问题？老婆婆做的粽子我们吃了这么多年，不是一样没事？对啊，可能是你昨晚吃坏肚子了。”众人议论纷纷，气氛很快缓和了下来。只是一种难以察觉的不安情绪却悄悄在人群中蔓延。小林没有说话，他的目光落在了老婆婆身上。老婆婆依旧安静地站在原地，脸上的笑容没有丝毫变化，仿佛完全不在意士兵们的反应。她轻轻地理了理身上的围巾，缓缓说道：“孩子们，吃了我的粽子，不会有事的。”她的语气温和，甚至带着一丝令人安心的母性光辉。可不知为何，听在小林耳中，却像是一种莫名的暗示。那种温柔，不是安慰，更像是一种命令。不会有事的，他又重复了一遍，嗓音低低的，像是呢喃。小林的手指猛地一紧，他的耳边突然回想起昨晚的情景，那个静立在山道上的黑影，那诡异消失的瞬间，那不合时宜飘来的肉粽香，一种无法用理智解释的恐惧感涌上心头。这真的只是普通的肉粽吗？午夜，士兵们的异常反应，夜幕再次降临，成功岭的军营被黑暗吞没，士兵们各自回到宿舍，准备休息。但这一夜，安静的诡异。小林躺在床上，闭着眼睛，却怎么也无法入睡。每当他闭上眼，脑海里就浮现出肉粽的画面，那抹藏在糯米之间的血色痕迹，还有老婆婆那温柔却莫名瘆人的微笑。就在他翻身的瞬间，他隐约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，咀嚼咀嚼咀嚼，一种低沉潮湿的咀嚼声在夜色中回荡。小林的背脊瞬间绷紧，他猛地睁开眼，抬起头朝四周看去。宿舍内的士兵们都躺在床上，应该已经入睡，可这声音却仿佛从四面八方传来，像是有人躲在阴影中，缓慢的贪婪地咀嚼着某种东西。咕咕咕，咀嚼声混杂着某种无法描述的湿滑声，像是米粒在牙齿间被研磨，却又带着一种异常的含糊感，仿佛混杂着什么不该出现的东西。小林的呼吸变得急促，他慢慢地坐起身，想要确认声音的来源。就在这时，他的余光瞥见对面床上的老张正在啃食着自己的手指。咔嚓，他狠狠地咬下去，指节发出一声脆响，血珠顺着手指流下，可他的脸上却没有痛苦，只有一种呆滞的痴迷。咀嚼咀嚼，他的嘴巴机械地蠕动着，像是根本不在乎自己吃下的是什么，只是在不断的咀嚼咀嚼咀嚼。小林的瞳孔骤然收缩，一股冰冷的恐惧从心底炸开，他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一般，连一丝声音都发不出来。老张的嘴角隐隐有米粒状的东西掉落，可那不是米粒，是指骨碎屑。砰！门外传来一声巨响，打破了这片死寂的恐怖氛围。小林猛地惊醒过来，他的手死死地抓住床单，额头上全是冷汗。他甚至分不清刚刚看到的是现实还是一场噩梦，但他知道一件事，自从吃了老婆婆的肉粽后，军营里的一切都开始不对劲了。小林的心跳依旧剧烈，额头上的冷汗已经湿透了枕头，他双手紧抓床单，仿佛那是唯一能够将他从噩梦中拉回现实的东西。他的眼睛还在不停地扫视着四周，紧张的神经使他每一秒都觉得像是被黑暗吞噬。老张的呻吟声依旧在他的耳畔回响，随着那低沉的咀嚼声，仿佛他已经陷入某种无法逃脱的漩涡。小林不知道自己是醒着还是在做梦，唯一能确定的是，那个被诅咒的肉粽已经让一切变得不再真实。深吸一口气，他迅速爬下床，打开宿舍的门，走进走廊。四周一片寂静，尽管周围并没有人，但小林的心里却充满了不安。他知道，如果不揭开这个谜团，他和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将无法逃脱。我得找到真相。他下定决心，
迅速冲向营地外的山道。那条通往老婆婆村庄的路，今晚似乎比往常更加阴森，月光被乌云遮挡，整个山谷陷入一片死寂，只有他自己的脚步声回荡在空旷的空间里。这条路似乎没有尽头，小林的心跳在耳边轰鸣，他越走越快，仿佛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追赶他。他突然停下脚步，眼睛被一闪而过的东西吸引，前方不远处，一道微弱的灯光闪烁着，是老婆婆的家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冲向那道光。当他走近时，发现老婆婆的家依旧安静得令人毛骨悚然。那座破旧的茅屋原本总是弥漫着饭香和温暖的气息，但今天屋里却没有任何的声响。小林站在门前，心头的疑虑越发沉重。他轻轻推开门，屋内漆黑一片，仿佛与外界完全隔绝。老婆婆，小林试探性地叫了几声，没有回应。他心头一阵不安，迈步走了进去。突然之间，他的眼前一亮，桌子上放着几只刚包好的肉粽，热气腾腾，香味扑鼻。怎么可能？小林猛地停下脚步，脑中瞬间闪过一个想法，这些肉粽似乎并不只是普通的食物，而是某种仪式的一部分。你终于来了。一个低沉的声音从房间深处传来，声音苍老沙哑，带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威胁感。小林的心猛地一沉，眼睛迅速扫过屋内，终于在一角发现了老婆婆的身影。她依旧坐在那个摇椅上，眼神空洞，面容枯槁，仿佛多年未曾改变。她的目光如同深渊，带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，仿佛每一秒钟都在吞噬着小林的灵魂。老婆婆，您到底是什么？小林的声音有些颤抖，内心的恐惧如同潮水一般涌来。老婆婆慢慢抬起头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了一丝不属于人类的笑容。你终于明白了，孩子，你们吃的不仅仅是粽子，更是我的存在。我一直在等待一个能解开这个诅咒的人。诅咒？小林的声音紧张而哽咽。你已经死了，是吗？老婆婆的笑容愈发诡异。不，孩子，我没有死，至少不完全死。我是被选中的献祭，每年我将会带着这肉粽去到那些被孤立的哨所，带着他们的气息，借助你们的鲜血与魂魄继续存在。他缓缓站起身，步伐虚浮，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。这些肉粽不仅仅是为了食物，还是我的仪式。每一个吃下去的人都会成为我的一部分，灵魂将永远为我所用。你们的痛苦，你们的恐惧，都是我的能量源泉。小林的眼睛瞪得滚圆，仿佛一切都在他面前崩塌。他终于明白，那个熟悉的肉粽带着一种无法言喻的邪恶力量，每年他都会回来，带着死亡的气息，维持他不死的诅咒。你们已经没有逃脱的机会了。老婆婆冷冷地说道，眼中闪烁着绿色的光芒。小林猛地后退，想要逃跑，但瞬间他的脚下仿佛被无形的力量禁锢住了。他挣扎着试图站起，却无法动弹。老婆婆的身影已经越来越近，她的每一步似乎都让周围的空气变得更加沉重压迫。你们这些傻孩子，老婆婆低声笑道，每年我都会来，只为了这个时刻。她的笑声愈加刺耳，仿佛从地狱深处传来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小林的眼睛逐渐模糊，意识开始渐渐消散，而他最后看到的是老婆婆伸出那双苍老布满皱纹的手，慢慢地抓住了他。一切归于黑暗。天亮时分，成功岭的军营变得异常寂静，所有人都被早晨的警报惊醒。但当他们匆忙穿戴整齐，准备迎接新的任务时，发现营地却没有往常的忙碌与嘈杂。士兵们的眼中充满了困惑与不安，原本清晨的活力仿佛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营地的警报声依然在回响，但没有人能解释发生了什么。一个接一个的士兵被指派去4号岗哨，而这座哨所的位置，与其说是守卫点，不如说是一个遗忘之地。没人愿意去那里，但现在士兵们必须按部就班地执行命令。小李，一个刚刚加入不久的新兵，接受了这一任务。刚刚走进宿舍，
他便听到几名老兵在低声讨论昨晚的异象，关于老张的疯狂举动，关于肉粽的异样，关于老婆婆的冷笑。他们的谈话语气沉重低沉，仿佛在谈论一件禁忌的事情。你们没事吧？昨天晚上不是都吃了那个肉粽？小李在心里疑惑，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对这些流言深信不疑，可他已经听到了太多怪异的事情，心中的不安逐渐扩散。为了掩饰自己的恐惧，他尽量不去多想，整理好装备，随其他几名新兵一起准备前往4号岗哨。当他们走进哨所时，一切看似正常，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地面上，空气清新，山间一片宁静。然而那股熟悉的肉粽香气却悄无声息地飘进了他们的鼻尖。又是他，小李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恐惧。每年老婆婆都会带着这些肉粽走到这里，但从来没有人问过肉粽的来源，那香气中带着的究竟是什么？他从未想过，只是在不经意间，那股气味深深地吸引了他。忽然，他看到在4号岗哨附近的草地上，有几只肉粽散落在地上，静静地等待着被发现。它们被丢弃在那里，像是遗弃的遗物，没人去碰它们。小李不禁皱眉，他站在原地，心脏有些加速。他弯下身，伸手去捡起一个肉粽，感到手指接触到的粽叶上竟有一股温暖的湿气，就像是刚刚出锅一样。然而当他将粽子举到眼前时，透过竹叶缝隙，他看到了一个细小的血迹。那血迹不仅是暗红的，而是带着一丝腐化的味道。这不对，小李的心猛地一沉，这个肉粽一定有问题。他不禁回想起那些关于老婆婆的传闻，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传闻。突然间，他的周围仿佛传来低低的低语声，那些话语模糊不清，但却让他感到一种极度的不安。你看到了吗？一名士兵走进小李，低声问道。看到什么？小李问。肉粽。那名士兵的眼神一瞬间变得有些异样。你不觉得他们看起来很奇怪吗？小李下意识地点了点头。他看到另一名士兵捏住一个粽子，轻轻撕开竹叶，发现其中的米粒似乎有些不正常，不是简单的粽子糯米，而是带有某种金属光泽的物质。那到底是什么？小李的声音低沉，却透着一股无法压抑的紧张。不知道，但我听说这些粽子是某种祭品。那名士兵低声说。你不知道吧？这地方其实根本就没有真正在吃肉粽的人。每年老婆婆都会来这里，她带来的那些肉粽其实只是祭献的仪式而已。每个吃了它的人都会被她控制，成为她灵魂的一部分。小李的头脑一片空白。祭品、灵魂、控制，他从未听过这种说法，一切都让他觉得完全无法理解。可是看着这座阴森的营地，看着那些被丢弃的肉粽，他心中开始明白了些什么。这些粽子似乎根本就不是食物，它们是诅咒，是牺牲，是无尽循环的枷锁。突然，四周的空气变得沉重，似乎有某种无形的力量在压迫着他们。小李的喉咙干涩，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。你们一阵低沉的声音响起，那声音像是从远处的树林中传来，声音沙哑，带着一丝无法言喻的邪恶。你们以为能逃得掉吗？所有人都猛地转过身，一个苍老的身影从树林中缓缓走出，身影模糊，却带着无法逃避的压迫感。老婆婆。小李的心跳骤然加速，那个站在他们面前的不再是他慈祥的形象，而是一种令人窒息的阴影。他的眼睛已经空洞，嘴角带着一抹诡异的微笑。你们，老婆婆的声音带着一丝冷笑，已经开始了你们的祭祀。每一份肉粽，每一份献祭，都会让你们走向不归路。他迈步向前，步伐缓慢而沉重，仿佛每一步都踩在小李的心脏上。小李猛地后退，心中涌起无法控制的恐惧。你到底是什么？老婆婆的笑容渐渐变得狰狞，她缓缓伸出一只手，那手指长得极为诡异，仿佛被腐化了无数年。她低声说道，我不是什么，我只是一部分，诅咒的一部分。然后她的手猛地抓住了小李的肩膀，瞬间一股炙热的力量穿透了小李的身体，他感到自己的灵魂像是被抽离般，身体变得沉重，
四周的世界开始扭曲，他再也无法逃脱。小李的视线逐渐模糊，眼前的一切仿佛都被吞噬进黑暗的深渊。他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力量从老婆婆的手掌中传来，仿佛在吞噬他所有的意识和记忆。他的身体变得僵硬，仿佛被某种无形的枷锁牢牢禁锢，而那股力道不断地将他拉向深渊的底部。你会成为我的一部分。老婆婆的声音回荡在他耳边，带着一种冰冷而沉静的力量。你会记住这味道，记住我的每一次召唤。小李的胸口剧烈起伏，他拼命想要挣脱，但四周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整个世界都变得模糊不清。他的意识像是在海面上漂浮，无法掌控自己，所有的理智和思考都被一种无法抗拒的黑暗吞噬。在这一刻，他仿佛回到了那个被遗弃的时间节点，回到了那年复一年的循环中，回到了第一次吃下肉粽的时刻。那时的他和现在一样，毫不知情，任由那诅咒一步步将他拖向无法逃脱的命运。每年都会有新的士兵来，老婆婆的声音更加清晰了。他们总是相信自己能逃脱，认为一切只是幻觉，但终究他们都会被肉粽诱惑，进入这无尽的循环。你们是我存在的一部分，是这个地方的祭品。不，小李的喉咙干涩，他拼尽全力试图从这个黑暗的漩涡中挣脱。我不想成为一部分，我想离开。然而他的声音在黑暗中消失了，没有人能听见他的一丝呼喊。你不能逃脱。老婆婆再次低语，你们已经吃下了肉粽，你们已经成为了我诅咒的载体，灵魂无法再离开这片土地。突然，黑暗中出现了一道微弱的光芒，小李几乎无法看清那是什么，但那道光仿佛带着一种不同于一切的力量，让他感到心头一震，仿佛在提醒他某些重要的事情。你们每一个人都无法改变这个结局。老婆婆继续说着，语气变得更加平静。肉粽不是食物，它们是祭品，是仪式，承载着力量，连接着过去和未来。每一颗肉粽中都封印了一个灵魂，你吃下的便是那灵魂的一部分。你无法记住，但它会在你内心深处徘徊。小李终于明白了，这是一个无休止的轮回。无数个像他一样的士兵，每年都会在老婆婆的肉粽中失去自我，成为他存在的延续。肉粽不仅仅是为了诱惑，更是为了维持这座山，这片土地的诅咒。他们通过消耗灵魂，让这片土地上的诅咒永不止息。他终于明白，自己已经无力挣脱这个诅咒，自己已经无法回到从前。但就在这一刻，他感到一阵剧烈的震动，那道微弱的光芒越来越亮，犹如黎明的曙光穿透黑暗。小李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突然变得轻盈，仿佛整个灵魂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抛向了空中。他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，那是他自己，站在一旁，迷茫而失落。他看到自己的脸上没有表情，眼中空洞无物，仿佛已经失去了灵魂。这时小李的心脏猛地一跳，他终于明白，他已不再是活人，而是这诅咒的一部分。他看到自己站在老婆婆的身旁，目光呆滞，机械地重复着每一年的祭祀，像是一颗螺丝钉，注定在这个恶性循环中不停运转。每年都会有新的士兵吃下肉粽，进入这个无法逃脱的轮回。而现在轮到他自己，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一部分。这一切无法改变。小李终于意识到，无论他如何努力，无论他如何试图抗争，他都无法摆脱这个命运。肉粽的诅咒早已将他和其他士兵的灵魂锁在这片山岭中，成为了永远无法解开的枷锁。你现在明白了。老婆婆的声音如同催眠，带着一丝冷笑。你是我存在的一部分，就像所有吃下肉粽的士兵一样，每个灵魂都会轮回，成为这片土地上的祭品。小李的身体依旧被那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支配，感知逐渐模糊，他的意识也开始慢慢消散。他看见了其他士兵的影像，漂浮在空中，面无表情，仿佛也是早已成为这诅咒的一部分。无数个身影永远地消失在这片山岭中，成为无尽轮回的牺牲。每年一次，肉粽的香气依旧会飘向4号岗哨，等待下一个不知情的士兵成为他的一部分，而这个诅咒将会永远延续下去。